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非常直接，甚至可能有点刺的问题：你觉得你花的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学学费，回头看真的值得吗？我想很多，特别是那些刚毕业背着学贷在求职网站上茫然投履历的朋友，心里可能早就问过自己100次了。每个月薪水一进来，马上就要先拨一块去还学贷，但手上的文凭好像跟你薪资单上的数字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吼。这时候我们难免会开始怀疑，大学4年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有趣的是，你可能不知道，早在10几年前，当我们很多人还在校园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这个问题发出了非常惊人的警告。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深度拆解这场由设计界大师姚仁鲁先生主讲，现在回头看根本是神预言等级的 TED 演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当年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没看见的未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探险地图。我们会从一个最根本的大哉问出发，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会像侦探一样，来找出那个套在台湾高教头上，让他动弹不得的紧箍咒究竟是什么？然后透过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故事《泥沼中的大象》，来理解整个系统性的困境。再来，好戏要上场了，我们会揭晓管理学之父对大学发出的末日预言，跟你说这段真的会让你拼到头皮发麻。最后我们会回到现实，看看这个预言是不是早已经在我们身边悄悄成真了。好，我们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要讨论大学的价值，我们得先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大学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哦，而是一个争论的超过100年的大哉问。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位改变世界的世纪天才爱迪生和爱因斯坦，刚好就站在了这场辩论的2个极端。他们的看法将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定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在讨论这2位大神之前，我们先把镜头拉回我们最熟悉的台湾。姚仁禄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当时的社会就已经被一种集体焦虑给笼罩了。毕业生低薪、学用落差、失业率攀升，于是整个社会的风向就开始大力鼓吹所谓的技职教育、实用技能。大家回想一下，这是不是跟我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好像只要学会写程式、做行销、剪影片，毕业就能找到工作，人生就稳了。这个风气到今天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但姚仁禄先生当时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当整个社会都只看着眼前的饭碗，过度聚焦在实用性，这对台湾的未来其实是一剂毒药。为什么？这就要从那场世纪辩论说起了。这2句话的对比真的非常有意思。一边是发明大王爱迪生，一个从实作中创造出上千项专利的超级实用主义者，他当然会觉得很多东西在社会大学里直接动手做就好了嘛，念大学根本是浪费时间。但另一边是爱因斯坦，一个靠思想实验就能颠覆整个宇宙观的理论物理学之神。他反过来说，只教你怎么用，而不教你为什么的大学，那才叫做没有用。这2句话的背后，其实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人才观。一种是为了就业而生的工具人，另一种是为了思考而生的人才。爱因斯坦这句话就是整个第一部分的精髓。什么叫做没办法从书上学到的事情？你想想看，书本里面记载的都是已经被人们发现的知识，已经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教育的真正价值是训练你的大脑，去处理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去思考别人没想过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是培养你独立思考、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这点变得更加重要了。你问 ChatGPT 任何书本上的知识，它几秒钟就能给你答案，而且比你记得还清楚。所以在 AI 时代，单纯知道很多事实的价值正在趋近于零，而你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价值的能力，才是一切的关键。所以第一部分的结论很清楚了。根据姚仁禄先生引述的观点，我们上大学最重要的目标不是为了拿到那张文凭，也不是为了学会某个特定软体的操作，
而是为了在那4年里，把我们的大脑锻炼成一个具备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处理器。这套底层的思考作业系统，才是你未来职涯甚至整个人生的护城河。有了它，不管世界怎么变，你都能快速学习、适应，并且创造价值。好，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如果培养思考能力才是大学的目标，那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看起来却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问题到底出在哪？ OK， 如果我们都同意大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下一个问题就非常尖锐了。为什么我们环顾4周的台湾大学好像都不是长这个样子？接下来这部分，我们要深入问题的根源，跟着姚人禄先生的分析，来揪出那个套在台湾高教头上的紧箍咒，到底是谁，又是怎么把它戴上去的？姚先生直接点出问题的核心：台湾的大学法。我们常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对吧？照理说，指导教育的根本大法应该要是一份高瞻远瞩、充满理想性的蓝图才对。但姚先生说，他仔细读完我们的大学法之后，得到一个让人非常错愕的结论。他说，这份文件根本不是一份激励人心的蓝图，反而像一本巨细靡遗、连鸡毛蒜皮小事都管的管理手册。里面充满了各种组织细节，告诉政府要怎么管大学，而不是启发大学该如何发展。这不是很奇怪吗？好，我们就直接来看证据。大学法第1条，开宗明义，定义了大学的宗旨。你听听看，表面上写得非常漂亮，对吧？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哇，听起来是不是无懈可击，伟大到不行？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接下来这个思想实验会让你瞬间明白问题出在哪。重点来咯，姚先生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把大学这2个字换成公司，你再念一次看看。公司以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为宗旨，是不是也完全成立？一家像台积电、Google 这样的大企业，也可以说他们的宗旨就是这些啊，完全没有违和感。这就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你的宗旨可以随便套用在任何一个大型组织身上，那就代表这个宗旨根本没有定义出大学所赐以为大学的独特价值。它太方泛、太笼统，就像一杯白开水，什么都能加，但也什么味道都没有。如果说第1条是宗旨不明，那第5条就是真正的紧箍咒了。你看这里面的矛盾，法律一方面说大学应该要自我评鉴，这听起来是大学自治的精神，对吧？那后面马上又补了一句，教育部也可以主动评鉴你，而且这个评鉴的结果是直接跟你学校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的。这等于是什么？这就像你爸妈跟你说，你可以自由决定要念什么科系啦，我们很开明的，但又补上一句，不过只有你念医科或电机，我才会帮你付学费。这还叫自由吗？表面上给你自治权，但实际上你的生死大权全部都掌握在教育部的评鉴标准手上。每间大学为了生存，为了在评鉴中拿到好成绩，只好拼命把自己整形成教育部喜欢的样子，结果就是千笑一面。所有大学都失去了特色与活力，说好的大学自治根本名存实亡。姚先生在这里又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他说，既然现在的困境是由教育部主导的这套大学法和评鉴制度所创造出来的，那你怎么能期待用同一个思维模式的教育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像教医把结打死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开这个死结，根本不可能嘛。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思维，甚至是来自系统外部的力量。这就完美地带出了姚人禄先生在演讲中分享的下一个，也是最经典的一个比喻。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系统性的困境，姚先生分享了一个非常传神的共识。这个泥沼中的大象的比喻，可以说是完美地诠释了台湾高等教育这种动弹不得的处境。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这个故事。首先，小象和母象陷入了泥沼，这代表问题发生了。你可以把母象想象成是教育部，小象则是各个大学。他们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开始挣扎，但越是挣扎，反而陷得越深。这就代表体制内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开会、改课纲，都已经失效了。这时候需要外力介入，也就是一群带着绳索的人类。
这象征着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工具。人类把小象拉了出来，但有趣的是，刚被救出来的小象第一反应居然是想逃回泥沼里，因为那是它熟悉的环境。这时候人类需要用棍子呵斥，引导它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暗示着改革的过程有时候需要一些强制的手段去克服旧有的惯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只代表着整个体制的巨大母象，人类怎么拉都拉不动。但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只小象已经脱困，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时，他的眼神变了。他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自己挣扎着、咆哮着从泥沼中爬了出来。这个自我觉醒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母象也就是教育部，它的改变不是靠外力硬拉，而是来自于他亲眼看见了未来的希望之后，那股发自内心的强大的求生意志。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但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那个能让母象觉醒的力量究竟要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冲击才能让庞大的教育体制愿意从泥沼中爬出来？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场演讲最震撼也最发人深省的部分。姚振鲁先生引用了一位传奇人物的警告，他就是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杜拉克在几十年前说的一段话，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来自未来的末日预言。你看看这句话是不是很吓人？30年后，大型大学的校园将成为废墟。他还说，现有的高等教育正处于一场深度危机。而最关键的是右下角这个年份，1997年。大家想一下，1997年是什么概念？那时候 Google 才刚要创立，大家上网还在用56K 数据机拨接，根本没有 iPhone， 没有 YouTube。在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真的太扯了。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看，你就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紧迫感。1997年，杜拉克像个先知一样提出了这个惊人的预测。时间快转15年，到了2012年，姚人禄先生在 TED 的舞台上焦急地引用这个预言来警告台湾。而现在又过了10几年，我们就站在杜拉克预言的30年期限的终点线上。所以这不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就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末日预言成真的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杜拉克是不是在通灵啊？他怎么能预测到这么久以后的事？但他自己解释了，他说：“我不是在预测未来，我只是看见了那些已经可见但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见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洞察，它不是猜，而是基于当时已经出现的趋势，像是资讯科技的发展、知识工作者的崛起，去推导出这些趋势在未来必然会造成的结构性改变。他看到了地壳已经在变动，所以他知道上面的建筑物迟早会倒塌。在同年的另一次访谈中，杜拉克讲得更直接、更清楚了。他说，大学无法存活，未来是在传统的校园之外。然后他讲出了那个在当时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但现在我们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关键词 ：Distance learning is coming， 远距教学即将到来。我的天哪，在1997年就讲出这句话，他根本不是在预测未来，他就是在定义未来。讲到这里，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部分。杜拉克预言的那个校园之外的未来听起来很遥远，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离那个未来到底还有多远？答案可能让你惊讶，我们根本不是离未来很远，而是我们就活在那个未来之中。你看看荧幕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非常熟悉？这些就是杜拉克预言的教育 2.0 的具体样貌，而且他们每一个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侵蚀着传统大学的围墙。线上学习平台，他们打破了地理限制，让知识不再是顶尖大学的专利。专业技能训练营，他们用高强度、短时间的方式，直接挑战了大学4年学程的效率和 CP 值。微学位与数位证书，他们把学习拆解成一个个模组，让终身学习从口号变成可以实际执行的方案，直接冲击了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旧思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型创作者，我们在扮演知识的转译者和传播者，让学习变得更客制化、更有趣。最后，也是最颠覆性的
AI 辅助学习，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它正在重新定义老师和学习的关系，提供前所未有的个人化教育。这些东西全部都发生在传统校园之外，他们不是在跟大学竞争，他们是在重新定义游戏规则。演讲的最后，姚人卢先生用 Steve Jobs 的故事做结尾。当年所有人都觉得手机就是 Nokia 那个样子，但 Jobs 说他要 redefine the phone， 重新定义手机。他做到了，然后世界就改变了。今天我们看着台湾的高等教育，这个庞大、僵化还陷在泥沼中的体系，我们是不是也该问自己，谁可以来重新定义台湾的大学教育？这个人不一定是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他可能是一个创业家、一个老师、一个工程师，甚至可能就是正在看这支影片，对现状感到不满，并且愿意动手去改变的你。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复制知识的技能。第二，台湾的大学法和评鉴制度像一个紧箍咒，让本该充满活力的大学陷入了动弹不得的泥沼。第三，管理学之父杜拉克早在25年前就神准预言，传统大学的围墙正在倒塌，而由线上平台、技能训练营、AI 学习所构成的教育 2.0， 就是那个正在发生的未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